感谢主，今天我们开始进入路加福音第18章，在第17章的结尾，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耶稣就讲到说，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他的百姓可能呢会有不同的去处啊。他说了两个女人，一个这个在推磨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看到了，在神的国度当中，他有他的标准，神的百姓是什么样的，神有他的期待。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到第18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啊，用了3种人来表明啊，到底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哪一个是神所喜悦的，哪一个是取去的，哪一个是撇下的。在第18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了3种人作为这个例子来向我们展现出来。这3种人是哪3种人呢？第一种人是一个寡妇，第二类人呢是一个税吏，第3类人呢是一个 baby 是小孩。那这3种人怎么能够展现出神的国他的百姓的样子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啊，我们还是从第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这3种人他都是跟着这个祷告用祷告来作为一个主题来切入的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讲到这个祷告怎么展现出对神的信心。第二个提到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第3个，单纯的信靠让祷告蒙神悦纳。其实在这个祷告当中我特别想提祷告在神的国度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祷告就是我们就向神有需要向神求嘛，神就听我们的要求，我们想要个东西找神要，神就给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对祷告的一个误解，因为祷告它更多展现的是你的身份，祷告更多展现的是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祷告更多展现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如何，这个才是祷告的核心我们来看到这3点当中呢，都是在展现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怎么祷告，而是展现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上一次我们讲17章结束的时候，我特别举了这些例子，对不对？还给大家看了那个图片那个景点，对不对？我们让大家看到说，在神的国度当中，蒙悦纳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行动，而是靠着说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到底是谁，你能不能进到神的国度当中，那个是你的身份决定的。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能够展现出一个人的身份是怎样的身份，这个很关键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在这个第1到第5节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让人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来缠磨我所以耶稣在一开始讲的这个比喻是让我们常常来祷告，不要灰心那这个例子呢，它本来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有个官，他不好他不是一个好人，可是呢，因着这个寡妇天天的来找他，所以他为了这个麻烦不想麻烦，所以就给这个寡妇伸冤了。那你要知道，这个寡妇在当时的一个角色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寡妇可以说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她是需要靠男性来去养家糊口的。一个寡妇如果她是寡妇，她没有这个丈夫的话，她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下来，而且她也会这个受到犹太这个社群的一个鄙视。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她如果丧夫的话，这种好像是神的一个咒诅，不是祝福所以这个寡妇呢，可以说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士，没有人会去这个帮助她的，没有人会去想要照顾她的需要所以这样的一个寡妇，你说她来求这个官，这个官会帮她吗？这个官当然不会帮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吗？我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所以我这个帮你的话，这个我没有回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回报，所以他不会帮这个寡妇。可是后面你看到这个人却帮了他，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寡妇太烦人了，天天来找他，所以他说为了这个只是这寡妇太烦我了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所以这个不义的人、不义的官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帮了这个寡妇啊。可是他是出于一个什么动机呢？一个不好的动机，他嫌麻烦啊。但是耶稣举这个比喻，他是想让这个跟我们的神做一个对比，对不对？所以耶稣就说了，他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说的话啊，这个不义的官，他会因为他自己怕麻烦，他都可以做一件好事情。那更何况我们的神，听到百姓昼夜的呼吁他啊，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好，所以这关键就在这里了啊。在这个当中，耶稣已经表明了神愿意来听我们的祷告，神愿意来给我们伸冤，对不对？神不是不愿意，而且他也说了，这个神的百姓啊，神的选民都在呼吁他，都在呼求他，就像这个寡妇一样啊，他不断的来去找这个官啊，神的百姓也来呼吁他。那这个官是帮助这个寡妇了，可是神有没有帮助他的选民呢？这个问题，你想一想，当事人听到这个比喻之后，他们肯定就知道了哈。神肯定比这个不义的官更好嘛，对吧？连这个不义的官他都能这样做，那我们的神有没有帮我们伸冤呢？我们的神有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吗？有没有呢？按道理来说，那肯定我们的神要比这个不义的官做得好了，对吧？可是耶稣的话锋一转，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我们的这个中文的信德翻译的不是那么好啊，它其实原文就是信心啊，就是遇得见有信心的嘛，或者说有信心的人嘛。你看到这里面的一个转折来了，耶稣讲了半天，他当然是说让我们要常常祷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到最后好像神没有听他百姓的祷告，好像神没有这个感觉，好像都没有像这个不义的官一样，没有他做得好了啊？为什么呢？那关键不在于神，关键在于谁？神已经可以说，人子来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神垂听了他百姓的祷告，对不对？他的百姓昼夜呼求神来拯救，上帝差派了他儿子来到世界当中，垂听了，可以说是垂听了他百姓的祷告。可是呢，耶稣说他来的时候遇得见有信心的人吗？这里面的关键你发现，这个神在讲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把祷告跟什么联系到一起？是跟信心联系到一起。你想一想，耶稣说让我们常常祷告，我问大家，法利赛人是不是也常常祷告？他们也常常祷告嘛，对不对？他们也常常的呼求啊，神有没有垂听呢？等一下马上就会举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不是？法利赛人祷告啊，他们神，所以关键是不是在于祷告本身？说我每天祷告了，我只要每天祷告3次，数量到了，神就一定垂听，是这样吗？神是这样做事情的吗？是不是？你发现神不是这样做事情的，神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你在这个祷告当中，你的信心是不是指向神？你到底有没有？你说你有没有明白说我现在在跟谁在祷告？这个很关键。当耶稣来的时候，神垂听了他们祷告，可是这些百姓怎么对耶稣的？神的百姓接纳他吗？没有接纳他，反倒抵挡他，反倒不信他，反倒最后要置他于死地，对不对？所以他们天天祷告说：“神啊，给我们弥赛亚，给我们弥赛亚。”结果弥赛亚真的来了，他们怎么做？把他钉死。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指向神的，是对神的认识。所以我刚才说，祷告它是可以展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是关键。你听一个人的祷告，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如何；你听一个人的祷告，你就知道他的信仰到底是不是这个符合圣经的。所以外邦人也祷告啊，不信的人也祷告啊。你看在旧约里面，这个当以利亚跟这个巴利这些先知也祷告啊，那些外邦的先知这些异教徒他们也祷告，说他们而且他们祷告的更所谓的更虔诚，他们祷告拿刀刺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他们祷告非常的虔诚，可是有用吗？所以神到底听什么样的祷告？不是说你只要祷告的多了，神就听你。神听什么样的祷告，不是祷告本身，是你这个人本身。
是你这个人，你有没有跟神建立真实的信心？你是不是在神的里面，你认识他，你相信他，这个才是关键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一种迷信，就说啊，我只要祷告的多，我只要说的多啊，那神就一定听我的祷告，那我们就误解了。所以神更看重的是你是不是你的信心，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不是指向神，这个很关键。接下来，这个耶稣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具体的例子了啊。这个例子呢，虽然可能也是一个比喻啊，但是我相信它应该是一个真实场景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这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他们在祷告啊。然后呢，他祷告的内容，我相信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啊，他都知道每个人的祷告，对不对？当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祷告的，不然他也不会举这个例子，是吧？而且你看到已经到第18章了哈，这个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是越来越大了。那之前耶稣在举例子的时候、比喻的时候，都还比较隐晦的说什么一个人有2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对不对？他都没有点名呢，在这里直接就点名了，就说有个人是法利赛人啊，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你想想当时听到这个比喻的法利赛人在旁边是怎么想的啊？就明显就指出他们了。一个是法利赛人，还有一个是税吏。税吏跟当时我们讲的那个寡妇是一样的阶层，都是当时最底层的，而且呢，他们被认为是叛徒，啊，是社会不接受他们的。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脑子当中啊，这个寡妇跟税吏是绝对不可能进入神的国，这些都是排除在神国度之外的人，这些是被撇弃的人。可是耶稣举的这几个例子啊，这几个人颠覆了他们的想法，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国怎么会接纳这个税吏呢？啊，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祷告，还很有意思啊。你看，他就讲了啊，他说2个人去店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1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哎，你听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你看，他做的内容，他说我没有做这些坏的事情，我没有犯罪，啊，我还不仅祷告，我还禁食，我所得的我全部捐上1/10。我问大家这样做好不好呢？好不好？是好事情，对不对？他祷告禁食啊，这个奉献不犯罪，这不是好事情吗？这是好事情，我们也鼓励大家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可能都没有法利赛人做得好。可是这里出现了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你想想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来祷告，来到神面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来到神面前，就像刚才提到的说，他是不是带着一个信心来到神面前？他是把什么带到神面前？把他的行为，把他的自以为意，把他的义行，把他觉得啊，你看我做得很好啊，我在神面前我可以夸口，我都做得很不错啊。而那个税吏呢，他怎么样呢？他远远地站着，他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这个2个祷告当中，耶稣非常清楚地说了哪一个是让神喜悦的，哪一个是不讨神喜悦的。哪一个呢？哪一个神喜悦呢？是第2个。他说：“这个人回家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法利赛人这个祷告，为什么耶稣看重的这个税吏的祷告，而没有看重这个法利赛人祷告？这法利赛人难道做错了吗？他禁食2次，他捐1/10啊，他来服侍神，他没有犯罪，这不是好事情吗？为什么神没有喜悦他，没有接纳他？甚至这些人被排除在神的国度之外，这个很关键，弟兄姐妹，啊，这个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神让我们来到他面前，啊，我刚刚讲，就像我们讲17章结束一样，最关键的是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到底是谁？你在神面前的这种自我的认识，决定了你在神国度当中你应该是怎样的啊？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神可以说所喜悦的自我身份的这种认识，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呢？是你真的认识到你的不配，
真的认识到你的罪，真的认识到你在神面前是一无是处的，你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如果你认为你自己还不错，你认为你自己很好啊，仗着自己是义人，那么呢，哪怕你这些东西做的都很好啊，的确做的也不错，可是神不看重这些，神不接纳这些，神更看重的是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再回到这一点，他看重的不仅仅是你外在的行动，他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才是我们做基督徒最核心的一个部分。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这个举例子了。那么在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这种认为自以为义的这种思维哈，你可以说在任何的文化，只要它不是受福音影响的文化里面，这个是一个常态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这也是福音跟这个世界一个本质的差别。你看这个我们讲法利赛人哈，我们可能还会说啊，他们在圣经里面至少他们有旧约圣经啊，他们有神的一些的教导。可是在这个其他的文化当中，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怎么对自我的这个身份是怎么样的一个认同，这个很关键。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会发现这种认识啊，就跟法利赛人是非常像的，就是其实不仅是我们的文化，这没有福音存在的文化都是这样，就是人啊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自己做得很好，这就是一个倾向，这就是一个罪的倾向。所以一个罪人的倾向，他就是不想认罪；一个罪人的倾向就是认为自己还做得不错；一个罪人的倾向就是认为他没有罪。所以你看，在这个有人就说，你看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都出圣人，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出这些伟人，我们都是觉得啊，这个孔子啦或这些人，他们都是圣贤，他们都做得很好。可是，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我们出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说我们出的都是罪人。我们所认为的圣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罪人。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这个差别没有？比如说我们讲到保罗，对不对？我们像天主教认为他圣保罗啊，他很厉害。可是保罗怎么看自己？他认为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人，对不对？我们看这个西方的这些教父哈，包括像奥古斯丁也是一样啊。我们说他是圣奥古，他是圣人，可是他怎么认为自己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没有福音的光照，我们人呢就倾向于这个律法主义，就会以我们外在的行动觉得我们是一个好人，而我们对罪的敏感呢，会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大不了？这都是这个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是什么罪。我给大家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哈，我呢我还记得这个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上这个小学的时候你想想哈，这个人从小就怀着恶念这圣经里面说的，对不对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妈妈也在学校里当老师所以我就有个特权，就是我们下午就是中午放学了以后呢，就大家就回家吃中午饭，然后下午呢就这个2点钟再回来所以中午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整个学校都是空的，没有人的。可是我可以不用回家因为我妈妈是老师，所以我就在她办公室休息所以呢有时候她休息，我一个人没事，我就在学校里面转，我一个人面对整个学校然后呢我就走到我的班里面，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就说哎，这个时候没有人，那这个不都是我说了算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所以呢我就开始这个从窗户里面翻进去，翻到我的教室里面。那我们当时的教室都还是有这个课桌里面有桌洞嘛大家都放了这个东西，吃的玩的或者怎么样，因为中午都不休，中午这个大家回家东西也没拿回去就放在那里面。我那时候可能也就3、4年级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我就一个桌洞去翻，有什么好玩的呢就拿出来玩2下就扔掉了，有好吃呢吃一口就扔掉了就像那个孙悟空在蟠桃会里面吃个大桃子就扔了吃一口就扔掉
然后呢，这个搞完了之后呢，哎，我还心安理得的，小朋友们都放学回来，这个上学了，都回来了，啊，那更可恶的是什么，知道吗？更可恶的不是我把人家东西偷了扔了啊，而是呢，我就坐在那里，然后看着他们来了之后呢，这些人就我的东西怎么没有了？谁把我东西吃掉了？好，然后在那里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郁闷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偷着乐，我就把我的这个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心里面的那种恶念，所以以至于后来长大了以后，我都很难面对我以前的我。我觉得我以前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罪人啊？而且是这么邪恶啊！所以很多年我都没办法接受我自己。那后来呢，直到我读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读到了这个奥古斯丁在小的时候呢，他也干了一件事情。他干什么事情呢？他在小的时候呢，他去呢跟这个他的小伙伴们一块去偷梨偷那个梨子吃。但是他讲他偷梨的时候呢，他有个反思。他说我去偷梨的时候我不是因为我饿，我不是因为我需要。这个我当时一看，我说跟我一样了，我根本不是因为饿我就是想犯罪。他就说我就是想在这个罪当中找到这个快感，我就是想犯罪所以他也很难接受自己。他说我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有需要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就是想犯罪，我就是想干坏事情所以后来他越想这个越深刻最后发展出我们这个说现在的这个原罪论这是从他来的。他就说人从小生下来就从亚当遗传这个罪所以他开始很深刻的在反思，很深刻的悔改。可是我反观我们比如中国文化所推崇的东西，就说你看西方这个奥古斯丁小的时候偷梨，你看我们中国那个孔儒对吧，3岁就知道让梨，是不是？把好的梨大的梨给别人吃，小的给自己留着。你看我们的道德多么高尚。我还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学了一首唐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讲那个陋室铭什么山不在高有龙则灵，水不在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然后他说什么斯是陋室，后面一句话讲什么惟吾德馨，什么意思他说你别看我的房子很简陋，但是我道德高尚。哎呀，你看这人脸皮多厚，是吧？你说一个人如果他在夸奖说你看我道德多高尚的时候，道德多好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质就证明了他是完完全全一个堕落的罪人。所以这种反赫性，这种 paradox 一定让我们能够明白，就好像说如果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绝对不会说你看我多谦卑，你们都很骄傲，就我最谦卑，不会是这样的。可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所宣扬的这个给大家传递出来的这种价值观，就是说你还不错，你很好。这种价值观一直到今天，你看现在国和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就不讲多。你看中国这个外交部，他们什么时候认过错？他们什么时候认过错？不会的，他们永远都不会认错。这个就在文化当中，罪人的基因就在里面。我为什么要认错？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认为我们是很好的，我们是一个义人。我3岁就知道让梨，我的道德多么的高尚。可是奥古斯丁他发现，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心里面带着恶念。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这小屁孩又不懂事，偷个梨算啥？小孩子不懂，我们这个不用跟他计较了，长大就好了，我们就会这样就过去了，对不对？我们觉得这小朋友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做的他不懂做点坏事算了。可是你看奥古斯丁，他对罪的敏感，所以我这个后来长大信主了以后呢，我也开始这些东西也是促使我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让我能够当别人说我是一个罪人，说我这个得罪神的时候，我是完全是赞同，完全点头，绝对没有说你看我多好，一点反抗都没有。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的邪恶，我深深的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多么坏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神的福音，没有神的恩典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所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最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是你真正意识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不是建立在你看我做这个好事，做那个好事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是我觉得这个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要小心。我这个原来我这个表哥有一个亲戚啊，这跟我没有关系，他的亲戚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啊，他家里面非常有钱，所以他这个有了钱以后呢，基本上就不跟他们家来往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你借钱嘛，借钱不还是吧？啊，所以这个非常有钱。那有一次，也是我那时候也可能是青少年的时候，也年龄刚刚可能信主也不久啊。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就也是恰巧的时候，就我在我这个表哥家，然后呢，他们那家人也来了，这聊天，当时聊的什么我不记得，反正那个是可能很多年就见那么一次啊。他来了之后，我就反正就说他多么多么有钱，多么多么厉害，反正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些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就是那个他爸爸有钱人，他说我现在越有钱，我越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越有钱的人呢，道德品格越高。他是真心这样认为的，我不骗你，他真心这样讲的。我当时有点震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真是这样的，就他真的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他越有钱，他觉得他品德越来越高尚。他真心是这样认为，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当他这样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也不向这个税吏的时候，他是真心这样认为的。他不是装的，他真心这样认为。这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神国的原因。所以，当一个人真心认为，就像这个税吏一样，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配的人，是一个连对上帝开口来祈求他都不配的一个人，这个时候神反倒接纳他，神反倒听他的祷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生都要与这个骄傲，与这种自以为意来征战，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总会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这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那这个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约翰就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是吧？他不听罪人的祷告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听他。这个里面你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你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那法利赛人一定会认为这个税吏他们都是罪人，他们你看我没犯罪嘛，我都做得很好，神不听罪人祷告，那为什么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耶稣讲的例子里面神为什么听那个罪人税吏的祷告呢？所以有没有搞清楚这里面的关系当这个约翰说神不听罪人的时候，这些罪人是什么样的罪人？是自以为意的罪人，是自己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罪人。而神听什么样的罪人的祷告？是真的认为自己是罪人的罪人。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差别。当神不听罪人的时候，是指向说他有罪，他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他又不认罪，他的罪就没办法解决，他与神就永远有一个这个隔阂，就是这样。可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在跟神就没有这个障碍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神就可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里，当约翰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时候，他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认为我们没有罪。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就是没有份的，就是这样。所以一个认罪悔改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这个神国度子民的样式的人。这件事情我就不断的在提，这是我们当今社会，不仅是当今社会，历世历代都是这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开始他就传悔改的福音，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于基督徒来说，好像悔改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你信主了，你不是应该悔改吗？可是你发现在现在教会当中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当中都会告诉你很好很好很好，你要悔改干什么？你都做得很好了。可是呢，在这个耶稣的福音里面，他就是要让我们来悔改，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然后他又举了第三种人，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这个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是他这个希腊文是指婴孩 baby 还不是小孩要摸他们。门徒看了就责备那些人。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门徒要责备这些人？
这些婴孩、这些小 baby 什么也不懂，对不对？他们来见耶稣，为什么门徒不允许？为什么门徒要拦住他们？为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这个跟当时的社会地位也是有关系的。孩子、小孩税吏，还有这个寡妇，都是在当时的社会被认为是不被接纳的群体，是边缘人士，他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而这些税吏也好，包括这些跟着耶稣的门徒也好，他们会觉得什么？他们是配来到神面前，就是这样。而耶稣的这三个比喻这三个这个教导，就让我们看到说，那些自认为自己配进上帝国度的人，这些人反倒都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而那些不配进入神国度的人至少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不配的耶稣说什么？在神国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不像小孩子，你就不能进去。所以小孩子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孩子是一个最单纯的，对不对？他对父母的这种依赖、这种信靠、这种信任是最单纯的，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你看那个小 baby 小的时候，你喂他吃什么他吃什么，你就喂他毒药他也吃，他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单纯的信靠，是不是我们对神呢，神有时候给你遭一点风浪马上你就抱怨了，你就不愿意信了，对吧？你就觉得神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我们没有像小孩子对父母一样那种完全的信靠，就像完全的信靠神所以这种单纯，因为人长大了以后我们就有自己的智慧啦，有自己的这个经验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做事的方式，我们就会依靠我们自己，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他们依靠他们的行为，依靠他们的品德，依靠他们自己自以为是的东西，我们就很难再依靠神，他们就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可是当这些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些门徒去责备他，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经验当中你们这些小孩子过来干什么我们大人在说话是吧？有你孩子有什么关系你们来找我，本来这个很多人就想来见耶稣轮不到你们所以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已经在心里面已经有这种这种分3、6、9等的分法，他们已经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来见耶稣，什么样的人不能来见耶稣。可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你以为这些人不能来见主，但恰恰在神国度当中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是非常颠覆我们的这个教导，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以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讨主的喜悦，但其实呢，我们做的这些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神最终接纳我们，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个小孩子他什么也做不了，可是耶稣的父母为什么接纳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是吧？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接纳这个小孩？为什么爱这个孩子？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就是他身份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的行动。所以当这个人们把这个婴孩带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这种教导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被神所接纳，进入神的国，不是靠我们的行动，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他要自夸？他就夸他的软弱，他就夸他的缺点，他夸他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就是更加的证明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显大呀，对吧？我们看这个，你们去看忏悔录看古斯丁忏悔录，你看他是如何的暴露自己的软弱，暴露自己的罪，把他里面那些最黑暗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他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即使是像他这样这种犯罪堕落的人，神都拣选他，神都给他恩典，他都可以站立得住。而我们如果有不敢面对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些黑暗的地方，那些那些罪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暴露出来的话那些东西就会像怪兽一样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吞噬你。魔鬼也会用这些东西来控告你，告诉你说你不被神接纳，你看你做这些事情，神怎么会接纳你所以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所以你只有在神里面被接纳，你才能完全的接纳自己
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讲了我自己的小时候例子，就表明我已经能够面对当时的我，能够接纳那个时候犯罪的我。可是还有一些事情我还是到现在没办法接纳，我现在还没有分享，我还在神面前来处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管我们是做的大的，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来看，你那个是多大事情？你那个就是要犯大罪了吗？可是当你越认识神的恩典，越靠近他，你就越认识到自己多么的不堪。你就会发现以前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没办法接纳我以前的这个自己。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说神接纳我，但是我还是很难接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的要回到耶稣的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像这个孩子对于父母，孩子知道说不管我小时候我多么调皮捣蛋，做了多么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我父母都是爱我的，他有这种安全感那我们也要有这种安全感，在父神的里面，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父是接纳我们的，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去勇敢面对这些东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最后呢，我们也是在借着这个祷告这件事情来再次的来总结，就是耶稣在这里其实并不是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些技巧或者一些策略，说你要多祷告，你祷告的多然后你要怎么不要像这个法利赛人这样祷告你换一种方式祷告神就接纳了，神就悦纳。他并不是在教我们这个祷告的一些的这个方法，他在透过这个这种祷告这三个例子来向我们展现神是怎么接纳我们的，祷告怎么展现出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是关键。关键是透过祷告来展现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而不是说我要用一种怎样的方法来祷告，所以神才会听。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搞反了，不要本末倒置了。神首先听你的祷告是因为你是怎样的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讲到了这个寡妇的例子这个寡妇的例子，她不断的祷告，其实耶稣要强调的是什么？你在神面前，你是否有真正对他的信实？你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你的信心是针对他，你的信心是指向他的，不是指向自己，对不对？第二个，你的祷告是不是像法利赛人这种觉得我已经做得不错了？那你都做得不错，你还来祷告干什么？你还需要神干什么？对不对？还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税吏一样，他的祷告，他甚至没有祈求什么，他也没有说他要求神的做什么，他只是说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神面前的这种谦卑，在神面前的这种自我的破碎、自我的认识这个反倒是蒙神悦纳的。最后呢，是一种单纯的信靠，就是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这么单纯，就是单纯的来信靠他，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呢，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神所看重的，他并不是我们外在做了什么，就像这个孩子他做不了什么，他所看重的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一种身份，单纯的身份只有这样的信靠，这样的祷告，神才能垂听感谢神。所以我就总结了第一个，祷告反映一个人与神真实的关系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如果是做父母的，你要听你孩子的祷告，你透过你孩子的祷告，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做小组长的也是一样，你在组员里面让大家祷告的时候，你要听大家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出于一个他到底是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神不希望有口无心的祷告，神不希望我们祷告祷的这个经文背了一大堆，一串一串的，结果呢，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一个人的祷告可以展现出一个人跟神最真实的关系，他是否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否是一个爱主的人，透过他的祷告能够展现出来，这个是装不出来的。我跟你说，学问知识这些都可以装出来。我刚刚讲法利赛人，神为什么不悦纳这个法利赛人？是因为他懂得少吗？是因为他没有神学知识吗？是因为他不熟悉圣经吗？是因为他不去服侍神吗？没有他就在圣殿里服侍了，他圣经比谁都熟。可是神没有用这些指标来展现这个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有一天神来这个判断你跟他的关系，不是来给你一个圣经问答，
不是看你在教会你做了多少事情，神用了祷告这样的一个指标，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指标，来展现出你跟神真实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看重讲台，这很好，很看重神的话语，很看重神的真理，很看重教导。很多人学了很多，你要考圣经知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过关，对吧？我考圣经问答，大家都能过，都懂，都明白啊。如果看行为，大家也都过关，都做得很好，都来服侍，跟怎么样？一祷告马上就露馅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看重我们自己私下的祷告。我们祷告跟神是否干巴巴的，跟神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还是说我的祷告是跟神有真实亲密的连结？如果你没有，你要小心，可能你还没有真正进到神的国当中。所以这是一个祷告反映一个人与神最真实的关系。我不是否认说你不要读圣经，你不要学习，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刚讲了，法利赛人做这些都是很好，耶稣都说法利赛人教导的对，你们要听他，是吧？那关键就在于不是说他教导的内容是否正确，也不关键他行为是否正确，这些是好的，我没有否认，但是真正展现你跟神关系的是透过一个人祷告。你讲到这里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不仅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在祷告会上都是非常缺乏的。祷告会永远都是教会里面最挣扎、最头痛的一件事情。这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真实的关系这种反应，有时候你透过一个教会的祷告会，也能真实的反映这个教会属灵的情况。求神怜悯我们然后呢，祷告是展现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这个很关键。它展现出我们在神面前是否被完全的接纳，还是我想要用我做的什么好不好来赚得神的喜悦，赚得神的接纳所以这是很关键。所以第三个呢，祷告展现出对神的信心、谦卑和这种单纯。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功利主义，说我需要一个东西，神你要帮我解决就像你永远不希望你的孩子每次见到你就找你要钱，是不是？你永远不希望你永远希望你的孩子跟你建立真实的关系，他是爱你的，你也爱他，就是这种单纯的关系，对不对？所以祷告就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不是一个负担，弟兄姐妹，不是一个我们要好像说我要每天完成的一个任务好像你要规定的就是孩子你上大学了，你成家每天要给父母打电话，打至少1次，是吧？你给我规定一下。他如果不是从心里面做，外面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弟兄姐妹，看重我们对他的信心，看重我们在他面前的谦卑，看重我们在他面前的单纯，而不是看重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混得风生水起的，我们做得多好或怎么样。神只看重你的心，你是否跟他有单纯真实的信心。而这一点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到大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到你。为什么这样说？这个祷告呢我最后就提，我就结束了祷告它就跟那个减肥是一样的我跟你说为什么就是你说你要想减肥，你可以学很多减肥的知识、运动，你都知道，你的专家，但是你不去做，你永远都减不下来。我相信任何一个教会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祷告很重要，祷告这个很多么这些重要性也好，我都不用去赘述。可是为什么大家的关系跟神是这样的，很难有这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祷告，我们真的就没有去操练它我们讲的再天花乱坠，你不祷告没办法。所以这件事情是唯独的，我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你替代你的。你讲到学习这个神学知识的学习，这是可以的对吧？我讲了，你听了，你学会了，这个很好。可是祷告呢？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谁能替代你跟神的关系呢？你自己如果不去祷告，不去寻求，不去探索，不去在跟神面前去这种较力的话，你没有办法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讲起来非常的朴素，但是又是非常的真实。我呢只能干着急，是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减肥，可以很好，对吧？但是呢，我只能说我自己首先
去做一个这个好的榜样，我自己先操练我自己，对吧？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去强迫和要求别人所以祷告会我也不会强迫和要求你必须得来，是吧？那个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承认说，主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来到你面前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尝到跟你祷告的那种甜蜜，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没有尝到那种美善，所以我们觉得祷告是一个负担，祷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我们要尽的一个义务和责任。可是主你不希望这样的祷告，你希望就是我们真实的来到你面前，把我们最真实的需要、最真实的渴求、我们的渴望带到你的面前，哪怕是这样的一个败坏不堪的人，哪怕是一个这个浑身带着伤害、带着破碎的一个人主我们全身都带着裂痕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裂痕，使你圣灵的光可以透过裂痕照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主你的光，主以至于我们不再看到这些裂痕，不再看到这些伤害，不再看到这些罪在我们生命中做的破坏，而是更多看到主你的恩典，因为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你的爱完全的可以遮盖我们的罪，你的爱可以完全的帮助我们、复庇我们。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就近你，来亲近你。主不是做一个宗教的生活，而是真的愿意和你建立真实的关系。而当我们跟你建立真实关系以后，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就是最真实的，就是讨你喜悦的。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摸到你的心，也愿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感谢主，愿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